最新资源恐怖悬疑片危险警告完整版精彩上线。玩偶兔真的会通灵吗？一日深夜，小丽提着一只玩偶兔慢慢走到客厅，而且拿着玩偶兔似乎是在探路或者在寻找着什么。小丽对着每个角度都试了一下，哇塞，这只玩偶兔竟然敲起了边鼓，难道它能够通灵不成？只见小丽左鼻孔流着鼻血，那个样子极其的诡异。小丽顺着鼓声打开了那扇门，直接走到了地下室，接着举起玩偶兔继续通灵寻找方向。只要鼓声响起，小丽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去。在玩偶兔的指引下，小丽走到了墙边的一个小木门，现在那扇门已经被木板封死了。小丽特意用手触摸了一下木板，玩偶兔顿时敲响了鼓声，意思很明显，在木板的后面有东西，正好旁边有个小木锯。小丽拿了起来，开始切割木板，不久割出一个比人脸小一点的洞口。小丽凑近往里头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。那么玩偶兔真的会通灵吗？小丽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且听小编娓娓道来。画面一转，小丽的亲叔叔大白找傻强来家里谈事。大白表示，自从傻强出事之后，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了。之前他还专门去看望过傻强，傻强就问有什么事情要找他，大白就表示他就是想请傻强帮忙照看他的侄女小丽5天。他的哥哥和嫂子去年相继去世了，小丽经常去那所郊外的房子住几天，他很不放心，就想找熟人照顾小丽5天，每天给200英镑。傻强就问小丽的父亲是怎么死的，大白沉思了1-2秒，表示是自杀的。傻强接着问他的妈妈是怎么回事，大白表示在8个月前失踪了，再也没有找到。傻强就问为什么大白不亲自照看侄女，大白表示小丽有心理问题，犯病时会糊里糊涂的，但是不会伤人，他实在是搞不定，他还有生意要做。傻强于是就答应了，200英镑一天，那可是非常可观的报酬。第二天，傻强坐着大白的车子一路来到郊外的湖边，然后两人下车，坐着小船来到了湖心岛。随后两人走了几分钟，来到了这栋老宅子。大白用钥匙打开了房门，然后通过屋内的呼叫装置告诉小丽他们来了。大白告诉傻强，岛上只有狐狸，没有其他人在这里居住，狐狸的哭声就像是少女在哭。另外大白表示，小丽不喜欢别人靠得太近，也不喜欢晚上有人到她的房间里去，她怕被人攻击。傻强表示这一点没有问题的。大白笑了笑，走到一个小房间，拿出了一套带锁链的皮夹出来。本来这是小丽的祖母在晚上用得，那时是为了防止她梦游，现在给傻强用上5天。这条铁链很长的，足够傻强在这套房子里走动，只是有些区域去不了，比如小丽的房间。傻强一听就气坏了，表示自己坚决不穿，要是之前就知道有这么多的事，他都不会来这里。大白就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傻强把这个活接下来做。接着他把傻强带到小丽房间的门口，只见小丽坐在床边的地上，捂着脸，似乎很痛苦的样子。大白表示小丽目前得了某种精神分裂，时好时坏的，还特意在小丽的耳边拍了一个巴掌，小丽就像没听见似的。大白最后表示，如果傻强实在不愿意干，他也不勉强。傻强看着于心不忍，于是就答应了。然后大白就给他把皮夹穿上，最后还给皮夹上了1把锁，这样傻强自己就无法打开这个皮夹了。随后大白就走了，傻强只能送到门口。从此傻强就开启了半个囚犯的生活。首先傻强就想知道这根铁链另一头是在哪里，他顺着铁链来到地下室门口，拖了拖，觉得也没有必要走下去看。之后他在后院看见了一只小黑狗，特意在屋子里找了一瓶罐头肉喂给他吃。傻强大部分的时间就坐在这里看着照片，跟小黑狗对望着。第二天傻强继续这样做着，突然铁链被拉紧了，吓得傻强差点摔倒，赶紧站起来走回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打开了小丽的房门，发现小丽还是坐在地板上捂着脸发着呆。傻强打了招呼，小丽也不出声，这事就告一段落。不是小丽拉着铁链，那是谁动了铁链？难道屋子里有鬼魂不成？傻强想不了那么多，于是回客房睡觉。过了几秒钟，墙上的一幅油画掉了下来，傻强溜了一眼，觉得油画里的女人长相有点瘆人，就去把油画反过面放好，然后熄灯睡觉。到了半夜，傻强看见油画自己又摆正了，搞得傻强大为惊讶，走过去又反了一面，然后就这样睡去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他听见那幅画倒下了的声音，傻强却把那幅画扶起来。他隐隐约约听见从画中传来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，他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随后傻强觉得屋子太凉了，就想把壁炉烧着。他在壁炉里看见了那只玩偶兔，于是就拿了出来。正在好奇之际，小丽拿着十字弓走了进来。
随即就把父亲和大白的合影拿给傻强看，表示父亲是在地下室自杀的，他患有幽闭恐惧症，有人关闭了地下室的房门，导致父亲自杀在地下室。小丽刚讲完父亲的事情，立马变脸了，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去了。傻强随后就坐在桌子旁琢磨这个事情，突然玩偶兔敲起了边鼓，傻强也不惊讶了，还跟玩偶兔打起招呼来，玩偶兔就以敲鼓点做回应。这下彻底把傻强惊到了，他就想去看地下室的房门为什么自动打开。玩偶兔又敲了一下鼓，于是傻强就把他带上，顺便拿了一把钩矛，走到了地下室。他看见了墙上那个洞，没错，就是片头小丽挖的那个洞。傻强走了过去，凑近往里面一看，黑不隆咚，根本看不清，于是就把电筒拿了过来一照，我的妈呀，里面竟然是一具中年女性的干尸，吓得傻强把电筒掉在地上。随后他定了定神，再次探头看了一下，发现干尸的脖子上套了一把钥匙，他觉得这是小丽失踪的母亲艾琳，于是走到了小丽房间门口，他无法再前进一步，而小丽继续捂着脸在那里发呆。傻强就看见电话旁有个通风口，于是从衣帽间把手伸了出来，使用座机打通了大白的手机。大白对于傻强能打电话感到很好奇，傻强也来不及说这些，就告诉大白在地下室发现了艾琳的干尸，而且小丽拿着十字弓，很危险。傻强表示不干了，这里太危险。大白表示他马上就过来，交代傻强对谁都不能说出艾琳干尸的事情，暂时也不要报警。傻强就同意了。傻强就静静在门口看着小丽一会，然后把小丽的房门反锁了，就去地下室看看能否把铁链搞断。不久呼叫装置传来小丽的声音，傻强还是把发现艾琳干尸的事情告诉了小丽。没想到小丽表示她的母亲是被父亲和叔叔大白合谋杀死的，等下大白过来肯定是不会放过傻强的。傻强顿时懵逼了，他没想到这个事情有这么复杂，然后他赶紧到小丽的房门口，让小丽把十字弓交出来，否则就不会开门。小丽于是照做了，然后傻强再次确认了艾琳被杀的事情。小丽表示她问过大白了，大白表示是小丽父亲要这么干的，他只是帮哥哥的忙。傻强选择相信了，现在他们俩就要赶在大白来之前逃走才行。就在这时，小丽恶狠狠地看着傻强，傻强以为他身后有什么东西，回头望了望，可是小丽很快从里面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夹克。小丽表示这是傻强遗失在这里的夹克，他之前来过这里。傻强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来过。小丽接着表示傻强在1年前来过，是大白送他来的，目的是让傻强去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的。当时小丽的父亲已经在地下室了，为此大白付了一大笔的钱给傻强，这些都是大白告诉他的。大白以为小丽是个傻子，所以他在小丽面前什么都说，傻强还是记不起来。他认为小丽是胡编乱造的，就逼着小丽拨通了大白的电话，开了免提，三人互相对峙起来。没想到大白承认了，表示自己很后悔找了傻强。挂了电话后就让小丽打报警电话，小丽也不知哪根筋不对，她就是不打。傻强也想自己去打报警电话，但是他说不出这里的地址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。过了一会，傻强想起了那把钥匙，于是偷偷去拿。小丽这下手的真是快准狠啊，疼得傻强跑回了卧室。不久，傻强想起了艾琳的脖子上还有一把钥匙，估计是能打开皮夹。一番折腾后，拿到钥匙，终于打开了皮夹。突然整个屋子的灯熄灭了，傻强就拿着手电筒到处乱窜。在一间房里，突然看见了小丽继续坐着那个傻人发呆，他顺手就把十字弓拿走了，然后把皮夹穿在小丽的身上。这下傻强觉得自己安全多了，他返回了小丽的卧室，收走那把钥匙，但是看见那个红色的外套，他渐渐想起来了，的确大白在1年前找过他去关闭地下室的门，而且他也知道关门以后会发生什么后果。大白许诺给他一大笔钱，这些钱足够改变他的命运。傻强最后答应了。就在这时，小丽清醒了，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门口，把十字弓拿了回来，悄悄地对傻强发动了攻击。第一箭没射中，两人就在屋子里玩起了躲猫猫，最后傻强还是被小丽射中了大腿，傻强只好退回了里屋。
小丽站在门口毫无办法，傻强躲在里屋，接着想起了出事那天他来到了这里，还特意留了一张纸条提醒小丽的父亲，意思是大白要杀他。但是随后他发现地下室的门早已关闭了，他走进里面，这才发现小丽的父亲已经自杀了，等于是傻强什么事情都没有干。随后大白要把钱付给傻强，但是傻强坚决不接受这笔钱。大白也知道傻强啥事没有干，问题是自己也没有去关闭那个地下室的门，现在到底是谁做的已经不重要，封口才是最重要的。大白表示第二天两人再谈谈就走了。晚上傻强就被大白推下了顶楼，虽然没有死，但是却失忆了。不过傻强现在恢复了记忆，随后傻强找到了工具，把键杆剪断，这下行动就方便很多。傻强来到洗手间，突然墙壁上的一块木板自动打开了，他赶紧钻了进去，最后出口竟然是在艾琳干尸的存放处，正好那把钢锯还在，傻强就想把木板锯断。这时玩偶兔敲击鼓点，傻强立即保持了安静，随即小丽拿着十字弓走了下来。很快大白也来了，没想到小丽在大白的面前就像是一只猫似的，别提多听话。大白把小丽臭骂了一顿，意思是小丽太蠢了。之后大白凑进洞口看看，他看见了傻强躲在里面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小丽竟然射了大白一箭，然后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，接着把地下室的门锁死。大白叫傻强赶紧出来，两人合力对付小丽。接着就看见钢锯不停的拉动，就这时呼叫装置响起，傻强表示自己已经逃出来了，会让警察来救他的。大白顿时傻眼了，那么割木板的是谁？终于木板被割出了一个大口，大白直愣愣的看着。大白被艾琳的鬼魂收拾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非常的棒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4星。这部作品在小成本的恐怖片中已经算是天花板的级别，恐怖氛围的营造简直是1级的棒。本片的故事设定非常的耐人寻味，中间反转了好几次，好人变成了坏人，坏人变成了好人，而且故事里还穿插了鬼魂的元素，让这本片子更加的诡异。通灵的玩偶兔是本片的一大亮点，第一次看见他敲鼓点，我的汗毛都竖起来。故事简要来说就是大白设的局，先是杀了艾琳，然后让哥哥自杀，再接着利用傻强让他回来跟小丽对杀。如果一切都成功了，家族的遗产都归他，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但是最终还是被艾琳的鬼魂报复了。本片拍摄于2020年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。